各位，這一屆的中國網友真給力呀！有一部電影，中國網友敏銳的發現，差點用這個電影把顏色革命給搞成功了。為啥呢？監獄來的媽媽這個電影呢，獲得了西方的電影節的獎項。網友發現呢，他竟然篡改劇情，雇殺人犯演女主角，瞬間就引爆了全國的舆論。网友深扒發現呢，說這套操作的背後居然還有在境外抹黑中國的組合拳，立刻就引發了这個滔天的舆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呀，咱們先簡單說說這個電影的拍攝背景吧，這個案情吧。這個電影的女主角就是那個放出來可能還沒過所謂的政治權力剝奪期的那個女主角，就是那個犯人，就是女主角。2009年的时候，趙小紅與丈夫因為家庭瑣事發生爭執，廝打過程中她持水果刀刺死了丈夫。根據鄰居的證言，刀傷的位置，法院最終認定趙小紅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判處有期徒刑15年。就是他。你好，我是趙小紅，我曾是一個被家暴逼到絕境的女人，無路可退時的一次反抗，讓我一腳踏進深淵，錯過了兒子整整10年的童年。我還想讓他在我懷裡那麼大，我抱着他慢慢長。那10年，高牆隔絕了世界，我以為我的人生永遠不會再亮起來，支撐我熬過來的唯有愛與希望。後來遇見秦小雨導演，我撕心裂肺的故事竟然要變成一部電影，即便我的經歷不堪回首，但如果能給和我一樣困在黑暗裡的姐妹一點微光和勇氣，或許就有了不一樣的意義。現在我站在這裡，我想把這束微小卻倔強的光分給每一個還在硬撐、還在堅持、還不肯放棄的你。希望每一個在長夜行走的人都能看見屬於自己的光。關鍵是他撒謊了，因為那個判決書裡邊根本就沒有家暴這個情節。根據這個鄰居的證言，法院呢最終認定說他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判處有期徒刑15年。然而劇組監獄來的媽媽卻把這個故事歪曲成趙小紅被長期家暴不堪毆打反擊，而且請服刑出獄的趙小紅本人來演女主角。電影裡邊竟然把這個案件給改判了，還要在本月底在中國公開上映，這已經很離譜了吧？但是更離譜的是，這個片子的導演在境外宣布這個電影的時候，一系列的言行，在國內引起爭議以後，電影的主創們稱自己只是想展示趙小紅本人的遭遇，無意引發性別對立和更宏觀的問題。但是在國外呢，他們的團隊完全是另一副說辭，他們說自己的這部電影就是要展現中國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並表示針對女性的家暴是中國普遍性的問題。這不是在抹黑中國嗎？說家暴是中國男人普遍性的問題啊！這種拙劣的說辭其實並沒有完全的說服外國人，許多外媒的記者也指出，趙小紅被家暴根本沒有證據，說中國大面積存在家暴的問題更是無稽之談。電影宣發活動有個外國主持人問導演說，你拍的這部電影得到了監獄的拍攝許可，你拍的場景裡也展示中國的監獄非常的人道啊。
沒想到外國人沒有抹黑中國，甚至主動替中國澄清。這個導演秦小雨倒是開始了整活啊，就是他的这個操作手法，網友說你跟顏色革命已經沒什麼區別了。他居然表示監獄裡允許囚犯唱歌、化妝和活動全都是假象，因為中國的監控已經無孔不入，不需要靠表面的限制就能夠鎮壓囚犯。這可把中國網友都給氣笑了。咱先不說囚犯本身就是該被嚴管的专政對象，問題是你秦小雨這個兩面三刀的做派也太下作了吧。你在國內買通稿的时候不是炫耀自己有司法部的拍攝許可嗎？就是強調去了幾十所監獄取材，監獄的工作人員都積極配合，暗示自己有官方支持，嚇唬那些質疑你的網友嗎？結果去了國外，那些支持他的官方人員又被他說成无孔不入的監控者，比国民党特務都可怕。網友呼籲啊，中國官方對這種人就該拿出點監控手段，早早識破他們的面具，不給他們國內國外兩頭騙的機會吧。除了公開發言以外，這個片子的劇組在媒體上的宣發也有很多騷操作。根據西班牙《每日新聞報》的報道，當秦小雨帶着片子去了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評獎的時候，他們給外媒爆料至少有3處描述造了謠。趙小紅這個案子是2013年走程序的，因為案情毫無爭議，在中國一點反響都沒有，結果劇組卻說這是2015年震驚中國的大案。明明死者和趙小紅雙方的親屬都表示，這對夫妻雖然偶爾吵架，但沒有什麼大矛盾。法院量刑時稍微輕了一些，但考慮到這個趙小紅有自首情節，結果劇組給媒體說法是趙小紅有法醫鑑定證明她的肋骨和手臂被丈夫打到骨折，還有煙頭燙的疤。法院量刑減輕是因為她被打出了精神病。這就非常的荒誕了。如果趙小紅真有這麼有力的被家暴的證據，那他一家有什麼理由不公開報告，反而對外表示兩口子沒什麼大矛盾，哪怕是生怕自家人坐牢不夠久嗎？目前趙小紅出境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幾個月前拍攝的，現在夏天来了，我建議大家可以關注她在國內宣發時有沒有穿短袖，這個所謂的烟疤到底在不在呀，朋友們？另外，電影中說中國的社會偏袒男性，在文化和制度上縱容对女性施暴，估計中國男性看完了只有苦笑吧。青岛女司机打退伍军人，知名主持人被境外收买的女子诬告後職業生涯全毀，朱军到底誰是弱勢群體呀？不過要說這部電影反映了中國的系統性問題，這倒也沒有說錯，那就是中國的文化宣傳系統在意識形態的陣地真的是太寬容太自由了。一部在海外自稱是代表中國的電影，在國內拿官威嚇唬質疑群眾，在海外靠抹黑中國譁眾取寵，給本片拍攝提供幫助的各個單位都難辭其咎吧。除了抹黑中國，電影非法僱傭被剝夺政治權利的暴力罪犯拍攝電影，虛構篡改司法判決結果，卻依然能夠定檔上映，騙中國人的錢，順便帶反體制的節奏，這些問題都不是官方的自查自糾發現，而是被中國網友挖出來的，這是一重重大的失職啊！這一次所謂的秦小雨導演和整個劇組的騷操作，還真沒法怪境外勢力挑撥的了。許多報道此事的外國媒体反而保持了相當的克制，他們表示趙小紅的殺人動機不明，也指出他和劇組的說辭並無可靠的證據。真正的上蹿下跳、積極造謠的，反倒是這個劇組的境內的勢力。
目前很多質疑這部電影的人都被剧組扣上了泼髒水的帽子，這就非常的令人深思了，朋友们。网友们摆事實、列證據、講道理，潑的不是髒水，而是清水，是卸妝水，是要洗掉这個劇組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的偽裝的畫皮。革命群眾沒有興趣給你們潑髒水，因為你們本來就髒。好吧，這個事情在引起了中國網友的這種極度的憤怒之後，果然影视創作可以藝術加工，但不能隨意篡改司法事實，美化案件博取共情。近期爭議電影翻車事件值得所有人深思。原定5月30日上映的電影《監獄來的媽媽》陷入輿論風波。影片主打真實人生經歷改編，宣傳女主長期遭家暴，失手致死入獄。可網友查實，法院判決書並無家暴認定，實為瑣事衝突、持刀傷人、故意傷害罪，被判15年。影片存在嚴重誤導宣傳、美化犯罪、博取共情。事件發酵後，原型主演趙蕭紅賬號被封禁，國家電影局已介入處理。電影編劇秦小雨曾表示，趙蕭紅監獄服刑期間就參與了拍攝，最初的想法是拍攝關於監獄的紀錄片，通過真實的影像來記錄真實的監獄、真實的獄警和服刑人員。5月20日凌晨，汪涵發布聲明致歉，坦言未盡到審核義務，疏忽掛名出品人，未參與投資，且已徹底解除關聯，刪除署名。藝術創作絕對不能凌駕司法尊嚴，改編不是亂編，共情不能靠造假、靠篡改案情、美化犯罪、博取流量和同情，不僅誤導大眾認知，更是對法律、受害者和公序良俗的不尊重。影視創作必須守住底線，敬畏事實，敬畏司法，拒絕流量至上的亂象。國家電影局對這個影片已經立案調查了，這裡邊要一挖，這個事情可就沒上秤之前輕如鴻毛，上了秤千斤重也打不住。我相信會有若干人會進去的，這個事兒可大了，朋友們。大在哪兒了呀？誰給這個電影的龍標供應許可證的呀？那個審查人員呢，必須得進去吧。這個導演僱傭一個監獄裡邊服刑的犯人拍電影，監獄管理局裡邊誰批准的呀？得進去吧。一句話，活該。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